沙漠玫瑰开始长花苞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用磷酸二氢钾，这样会导致黄叶落叶，甚至出现僵苗。夏季到了，把握好4要素，沙漠玫瑰根变大象腿，腿上开满花。4个要素中，第1点是最重要的，第3点是最容易误解的，也是很多人沙漠玫瑰黄叶落叶甚至僵苗的原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分享一下沙漠玫瑰如何度夏。好多花友都栽种沙漠玫瑰，还有些花友是第一次栽种，所以不知道夏季该怎么去养护沙漠玫瑰，才能够让沙漠玫瑰安全度夏。沙漠玫瑰也是肉质植物，跟多肉差不多。今天就跟您分享一下如何去养护沙漠玫瑰，怎么能够让它安全的度夏，而且还能够一直开花。第1点，夏季可以晒太阳，不需要遮阴。第一次养沙漠玫瑰，可能有些花友不知道沙漠玫瑰在夏季能不能够晒太阳。沙漠玫瑰非常的喜欢阳光，阳光越充足，它长得越好，长得越健壮，而且开花能够开得更加多。它有较强的耐高温能力，即使在炎热的夏季，一样不需要去给它遮阴，直接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环境去养护，尽情的让它晒。只要浇水跟上，不要让它出现缺水，它就能够长得非常好，根系发达，植株健壮，开花多。相反，如果阳光不足的话，它会出现徒长的现象，就是枝条长得比较长，但是比较的细，而且开花也会开得少，甚至是不开花。长期缺少光照的话，它还会出现黄叶落叶的现象。沙漠玫瑰就跟多肉一样，非常的需要阳光，阳光越充足，它的状态越好。所以你养沙漠玫瑰，不用担心它晒太阳的问题，尽情的让它去晒，夏季也直接把它丢在户外。第2点，水分要充足，不要让它出现缺水。夏季高温炎热，光照强，水分蒸发的特别快。虽然说沙漠玫瑰有非常强的耐旱能力，但是如果让它出现缺水的话，它的叶子一样会打蔫耷拉。而且经常缺水的话，它的根系会损伤非常多，导致这根系长不好，会影响它后期的生长和开花。沙漠玫瑰在夏季不会进入休眠的状态，它的花期是在4月到12月，基本上都属于生长期，对水分的需求是非常大的，所以说不能让它出现缺水的现象，只要看见盆土表面泛白了，就及时的去给它浇透水。当然，太过频繁的浇水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它根系是肉质的，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块茎，里面能够储存非常多的水分和养分。如果频繁的去给它浇水，盆土长时间不干，就会导致土壤里面因为缺氧而导致根系腐烂。它就跟多肉植物类似，不能够频繁的去给它浇水，或者是宁愿盆土偏干，也不要让它出现积水的现象。因为盆土偏干对它的影响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如果出现积水，后果很严重。当然，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盆土湿润，不要出现缺水，也不要让土壤积水。第3点，给足营养，生长快。沙漠玫瑰在夏季不休眠，一样处于生长期，所以说施肥是不能少的。因为它在生长也在开花，所以说营养不能够缺，如果营养不足的话，会导致它出现生长缓慢、叶子发黄、不开花等一些现象。施肥可分为2种情况，在没有长花苞之前，施肥就以氮肥为主，就是氮肥偏高，然后磷钾肥也含有的复合肥。给它用这种肥，能够让它去长枝茎，去长叶子。当枝茎和叶子长好以后，它就会去长花苞。当它开始长花苞的时候，施肥就以磷钾元素偏高、氮肥也含有的复合肥为主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只用磷酸二氢钾，因为磷酸二氢钾只含有磷和钾，长时间使用会缺少氮元素和其他元素，这样会导致黄叶落叶，甚至出现僵苗的情况。如果你想要用磷酸二氢钾的话，对于那些1年开1次花的可以使用，因为可以让它一次开爆花，让一次开花的质量更高，但是常年开花的时候尽量不要用。第4点，配土要疏松透气，而且富含钙质。沙漠玫瑰跟其他一些植物不一样，它喜欢在富含钙质的土壤中生长，在钙质丰富的土壤中生长的话，它能够长得非常好，长得健壮，开花也多。在配土的时候，可以适当的在土壤里面加一些骨粉或者蛋壳粉，不仅能够防虫害，
还能够增加土壤中的钙质。沙漠玫瑰的根系是肉质根，它非常的怕水涝，所以说配土一定要疏松透气，排水性好。可以用1半3毫米的粗河沙，然后用1半的营养土，当然可以在里面稍微的加一些蛋壳粉进去。按照这样的比例配出来的土壤非常的疏松透气，浇水以后水能够快速的流走，不会大量堆积在盆土里面。总结，沙漠玫瑰在夏季一样属于生长期，能够不断的生长，一直去开花。所以说夏季阳光一定要充足，不需要遮阴。看见盆土表面泛白了，就直接去浇透水，然后每个月给它用1至2次复合肥。配土一定要疏松透气，排水性好，而且最好就是富含钙质的土壤。按照上面说的这几点做好的话，相信你的沙漠玫瑰也会长成大象腿，腿上开爆花。以上就是介绍的沙漠玫瑰度夏的内容。你养护的沙漠玫瑰1年开几次花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